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海军啊，这次远征这个澳洲，而且还带上了准航母，怎么一回事？因为澳洲的防长他最近证实呢，有一支中国大陆的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这个舰队群当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2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是这个052D 驱逐舰。另外呢是054A 的护卫舰，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补给舰啊。对照呢，今年2月在澳洲东岸这个进行实弹演习的中国大陆海军编队，这次他们觉得呢，舰队最大的亮点就是战力堪比准航母的075型2栖攻击舰来带头。好，这次带上了准航母啊，当然有一定要释放的战略信息啊，怎么解读它的战略信息？大使。我想这是一个演练的一部分啊，它的主要的这个舰队的这个主力舰，从05大驱换成075 2栖攻击舰哈，05大概12000吨，这个075啊4万吨，那他们各扮演在战场上不同的功能。那05它是有120几个垂发，它事实上的攻击能力非常强，那可是这个075呢，它上面是有舰载的这个战斗直升机，还有这个肚子里面还装了什么？还装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气垫船啊，登陆气垫船。那它可以载差不多1500名兵员在里面，所以它是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训练的科目不一样，一个是055大驱为主的一个远洋舰队，一个是以075为首的一个远洋舰队。那我想训练的科目不同。那这个演习的所谓想定的状况也不一样，对，所以这两个主力舰的就可以显示出来。当然，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往澳洲走？我觉得最近看中国大陆这2年的海军的它这个演训的动态啊，我觉得它基本上往西走的话，往东走的话，最多大概走到第2岛链，那往第2岛链再往下去再走的话，就要到第3岛了，就到夏威夷了。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往那条路线走。有看过05大驱往这个，就是说比较靠南边的这个就是说太平洋诸岛、大洋洲那一块，大洋洲这块有，可是它没有往中间这个地方直接突穿。我想这是战略上考虑。那在这个第2岛链附近啊，像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几次都接近这个关岛，大概在500公里左右。是，那很明显的，它在从第2岛链上面下来，一直到接近到关岛，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台湾海峡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台海战争的一个区域拒止的一个演练动作。那在那边挡住这个美军从这个太平洋过来的支援部队，所以它有很明显的这个训练的科目。那可是你要把这些舰艇再突破第2岛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觉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较深蓝海军的演训的话，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较敏感性比较低。上一次虽然在澳洲这个塔斯马尼亚海附近他做了一个实弹射击，可是距离澳洲的领海是300海里以外500公里左右，相当的远所以他出来演训，他一定有实弹射击科目了。那现在又一次往澳洲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比突破第2岛链往第3岛链，美国的第3岛链突进的话，它目前的敏感性是比较小的。比较起北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往南，往这个大洋洲这边、澳洲这边的话，敏感性确实是的，相对来讲低得多那当然，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一次呢，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编队群组堪比，就是说也做了一个比较，战力的比较，说堪比是一整个澳洲海军的这个军力当然，我们常常讲说，海军的战力不是只是看数量，看这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但确实在阵容上面看得出来说，这支中国大陆的航母，不是这个整个舰队的编组群是有它的一定的规模的。那
针对这件事情呢，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也表示说，中国大陆呢目前正在更频繁地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射到更广大的太平洋地区，而中方呢继续通过经济还有安全手段这些方式增强他们的战略影响力，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澳洲周边的这些区域呢展现军事力量。而针对这样的威胁，美国的 USNI News 也报道说，川普表示，根据 AUKUS 的协议会让澳洲呢从2030年开始取得5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的攻击潜舰。那其中呢，澳洲已经确定要买1艘全新这个全新的，包括还有2艘现役3艘，一共3艘潜艇。那2艘是现役的，1艘是全新的，所以呢，要加强它的核动力的潜艇的战力。那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也强调说呢，美英轮调潜舰部队将会从2027年开始要进驻到西澳，希望能够强化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所以现在回到这个美国跟 AUKUS 之间的这个协议那我要问的是说 ，Russ 觉得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补足澳洲现在需要的武装力量吗？短期之内是很难啊，除非美国跟英国自己调他们自己的要有巡弋，对不对？力量到那边去。但是这些潜艇按照所有的新闻跟相关规划，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拿。我说这个核动力的潜艇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那川普会不会愿意调大力量的美军能力到那边去，目前是一个问号。但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中国这个动作这么频繁的话，澳洲身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川普会不会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但是不得不说，虽然难听一点，英国的能力真的不足了，这个大家也知道。他们对国防投资真的在过去20-30年真的是走得很低了。然后最近换首相好几次了，而且每次新首相上任的时候会说：“我们国防投资会提升啊。”结果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发现他们国内不管是医疗系统或其他的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难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很难依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了。所以听到澳洲的耳里的话除了美国可以靠以外，这个英国就像你讲的不用奢想了那就口惠而不实啊。那短期你觉得应该说，在可见的这些时间内，美国要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先强化澳洲自己的一些防御的能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海军陆战队，因为已经在澳洲有固定的这个人数了，那也可以增加了，或者美国的海军海军相关海军。不管是潜艇、船等等，也可以多访问澳洲。美国的战机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川普还是会向澳洲要钱还是会说好，那我们可以多访问。你讲到重点了，我们都可以访问，但是还是有，就像这个 NSS 里面有提到这个 burden sharing 这个字，然后多访问是可以多访问。但是这个 cost 澳洲还是要付，那要看澳洲出，那要看澳洲愿意不愿意，这个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应该是会有了，而且这个总理没有选举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今年5月份才连任成功了，所以下次选举是2028年。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意愿的话，就是国防这方面，而且要负担部分美国的这个费用的话，
那他们自己要决定。但是如果没有 cost sharing 的话 ，burden sharing 的话，那 Trump 就不会做了。OK， 所以刚刚拉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NSS 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明白的在报告当中讲到说，不是只有美国嘛，盟国你自己也得出啊，你要出力也好，或是出钱也好哈，不是说我是无偿的。那讲到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其实拉回到日本来看，日本的防卫相好，也就是他们的防长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最近呢就前往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去视察太空专门部门宇宙作战群。他也宣示呢，2026年度呢会把这个空中自卫队整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他指出呢，太空不仅是军事，也是民生的极重要领域。那专家也指出，太空积极强化这个发展有一个理由不只是3个理由。第一个，通讯传播非常重要；第二个，日本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准度；第三个就是防卫监视的基础建设领域。所以就是说，今后在日本部分，特别针对我们讲航太也好，那蔡老师常讲说，他们说是宇宙他们的发展战略重点方向是什么？你这种小泉进次郎当成防卫大臣之后的话，他的表现日本基本上是很赞同，而且他有办法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主持人讲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他表达能力很好嘛，所以他在记者会里面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也就是在12月2日的时候，然后他有去讲。然后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府中在哪里，府中的话就是在东京。我们可能叫这个应该说空军，我们叫空军应该是在郊外，没有，它是在东京。然后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去这边？因为它是美军基地在旁边，也就是我们讲横田基地，所以它两个的话就会结合在一块。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是他的一个司令部。那这司令部的话，对于太空而言，刚刚主任说他们叫做宇宙，那宇宙的话就会有一个叫做宇宙空间，因为宇宙没有什么领空领海的一种概念，而且他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大陆或是说俄罗斯，他们对于破坏卫星的能力也还蛮强的。日方的话已经有开始担心这一方面的，对，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将来能够去发展，万一我们的宇宙被破坏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但如果说单纯从商业的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网络啦，除了海底电缆之外，很多就是宇宙，因为他们有注意到。SpaceX 的老板 Starlink 就是从宇宙上面，他们就发现像马斯克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Starlink 好像就帮乌克兰救了不少人那种感觉，这也是他们要去做的。所以宇宙等于是一种商业，并不是只有是在军事而已。这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不是只争夺在地球的这个领域还要在 out of space， 就是在宇宙太空。等一下回来，这些讲到的东西都跟科技有关。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聊一聊日本的 Rapidus， 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